We're going to win so much, you may even get tired of winning. And you'll say, please, please, it's too much winning. We can't take it anymore. Mr. President, it's too much. And I'll say, no, it isn't.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more. 最近感受的市场氛围很像22年、23年熊市那段时间，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我入圈也才1到2年的时间。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没有令人振奋的信息出现，有一些东西呢看起来是利好，但消息一出来也立刻被市场打沉。这个呢叫做利多出尽，或者说连这件事情都不涨，整个市场就完蛋了。如果你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你很有可能会跟市场上现在绝大多数人的情绪一样，包括我也在内，是十分恐慌的。但有句话说得好，别人贪婪我恐慌，别人恐慌我贪婪。那眼下比特币暴跌，是时候出手了吗？我们当然是要来检讨一下所谓的暴涨10月并没有发生的事实啊。那结合过去10几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表现最好的2个月份就是2月份和10月份，但今年的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暴跌情况，特别是在25年的2月份走出一个很糟糕的负 17%， 那在10月份的话也已经走出了负 3.9 啊。更甚者，在收官前3天，比特币的 ETF 净流入流出情况，整体3天的话都是流出的情况，所以呢，导致整个市场的情绪来到了今天的22恐慌点，那距离极度恐慌仅差2个单位。听到这里，所谓的狂暴11月，你还敢乐观吗？没有任何一篇新闻告诉你说，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月份将是历史上比特币涨幅最高的一个月份，因为根据经验，过去的每一年在10月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所有的媒体都会大肆宣扬下个月的11月份叫做更加疯狂的11月。因为如果你去看比特币历史上平均的涨跌幅，11月是平均涨幅 42%， 冠居所有的月份啊。那11月的上涨的中位数是 8.8%， 也是所有月份当中的排名第4。当然也会出现跌幅的情况。上一轮牛市的末端在21年的11月份下降了负 7.22 百分比，随后呢，在11月份、12月份和22年的1月份分别开启了22年熊市的循环。那其实归根结底，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10月的预期是不错的，但现在市场的表现来看的话，已经足够悲观了。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要不要尽快离开币圈，赶紧去投资 AI 的股票或者是投资黄金。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不要去看短周期的币价走势。币圈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如果你现在处在一个怀疑的情况，那你要退几步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会发现整一个25年最令人担心的贸易战其实已经告一个段落了，降息呢也已经正在开始，那缩表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部分的山寨币的 ETF 也已经通过。当然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贝莱德的 ETF， 不过目前还没有信息是因为政府的停摆还没有结束。我们看向比特币依然讲的是长线，现在在这个节点当中，如果判断错误的话，都有可能让你产生非常大的损失。所以我们给到各位观众的建议是，眼下呢多看少操作，尽量不要开设仓位。比特币目前的价格在104000附近那其实这一整段从上一次比特币涨到123000以来，除了这一小段之外呢，出现了一个买压大于卖压的情况。那整整从7月开始的话，比特币一直都是处在一个卖压大于买压的弱势阶段，真正上涨的周期呢其实都是比较短的，并不是很久，更多时候都是在一个弱势横盘下跌的一个阶段。如果大的周期的话，那它是一个卖压大于买压的一个阶段，很有可能就需要一根非常大的插针。那下跌的话比较类似于像74000之前的这种情况，插针之完之后呢，就迎来了行情的一波反转。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它在这里的话，依然是处在一个非常弱势的阶段，没有迎来一个很痛快的反转，甚至还有回撤的可能。所以呢，它回撤的下一个落点可能会在102000左右，那也就是上一次黑天鹅插针的那一个点。如果继续进行回撤的话，那我们就要看向到98000的这一个附近了。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是高抛低吸那高处的话比如说是落在了116000，那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阻力位。第二个阻力位呢可能会落在107000附近这里。从比特币日线来讲的话，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卖压呢确实也有在衰竭的迹象，即便今天是一根实体的大阴线，但是这个卖单的量能是不足的。结合成交量来看的话，相比较前几天的话，这个卖压明显是势能了，相对来说弱了一些。那我们继续从 MACD 方面来看，这个空头的动能柱呢也没有说继续放大的意思所以呢，接下来短线方面是可以在前低106000到105000的这个位置探一下，能不能有筑底信号，
如果没有筑底信号的话，那么就要奔着103000和102000这个方向去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区间的地址也是在前段时间开市到了一个 BTC 和 ETH 的做多啊。那虽然这两个仓位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情况，但我们一般都说就是说它可能是接收到了市场提前的讯号，然后去开设具体的仓位。结合到以往的仓位信息历史记录来看的话，那不过这个其实我们也侧面证明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无论你是人还是机构都没有办法完全操控市场。即便你强如特朗普，他只要一说话，或者是强如 CZ， 他只要在币安的新闻广场当中喊单，那都有可能会造成短暂时间的资金流向，但是呢，不足以就是说操控整一个市场。因此，当市场的喧嚣跟乐观情绪都已经被消化完，你依然有理由相信那些基本面的推进跟发展是可持续进行的。那些利多加密货币的信息呢，并不是就此不会出现，而是它有可能延期了1个月，或者是接下来可能随着美国政府的下档继续推迟15天，继续推迟35天。如果你能够知道某一天你所期待的事情就是要被延迟，而不是被拒绝的话，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我认知当中的众人恐慌我贪婪的时刻。影片的末尾，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上一轮周期图啊。根据见顶的这个阶段，目前我们所处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然后接下来是往下坡再走。那是不是代表着现在这个阶段就是熊市的开端呢？不好说。我个人认为它还是会有一波涨幅，但是具体涨到哪里我们不得而知。我也不认为126000是比特币在这一轮牛市的最高点，它有可能突破掉，然后随后呢就开启漫长的熊市。熊市适合撸毛，当然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撸毛已经不太盛行了。我们遇到的项目的话，大多数都是畜生项目，不值一提。今年的话也没有太大的收成，所以呢，我觉得今年是比较难的一年。当然每一年都说今年很难，也许明年会更难，也许下一年会更难，都不好说。那今天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并且不是一次性的，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就一直会有空头。这里的空头的话，今天我们会涉及到，所以近期呢，各位观众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同时呢，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一定要去完成，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另外呢 ，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一个是交易所注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注意，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这里呢，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是开通。再者是去购买 Xcopy， 这个 Xcopy 的话将会作为后续的空头发放给大家。我们在这里先说明，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什么意思呢？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即可以进行验证。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亲测过 0.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 价值大概11刀左右。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卖掉。这个 Xcopy 的话，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会一直作为空头发放给大家。那另外呢，一旦成为终身会员解锁 SOIP 的功能，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OIP 的专属信号群，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止盈点、止损点位、具体仓位的大小，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同样，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借以开单减少风险，但风险会一直在，投资需谨慎。作为新人，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OKX，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体验金的奖励。币安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还可以按阿尔法快速变现，填充我们的钱包。XT 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 现货比例 49%， 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100%利用起来，实现每天躺着赚钱。